老伙计们呼声很高啊，让我做一台 MacPad。我一直没着手弄啊，主要是因为我这人啊不想凑合。咱们既然做，就得做一个真正能够当做主力机用的 MacPad， 还得顺便超越一下挤牙膏的苹果。最初我的方案是这样的：找一台苹果笔记本，拆掉键盘，把苹果给它掰过来，再加上一个触控屏模块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觉得这样行吗？点个赞或者评论区见。但是啊，老张觉得是不行的，毁了一台好好的笔记本不说，我做试验下来，它的触控体验是这样式儿的。你看啊，我点这个关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它的精度，它怎么都不正确的点到这个关机上，看，好猜呢。我要把 Final Cut 关掉，你看，你就说捉急不捉急。这个呀，其实是因为 macOS 并没有为手指来做优化，按钮和菜单的字儿都太小，这手指头太粗啊，根本就匹配不了。于是我就想啊，那要是用一根笔，就像10年前那个摩托罗拉的手写手机、三星的 S Pen 一样实现 macOS 的触控，那不就牛逼了吗？于是我找到了这个，不到698块。它是一台完整的笔记本电脑，同时有一套完整的 Wacom 无源笔。Wacom 是啥？大家不用管啊，它就是最好的手写笔的代名词。无源就是不用充电啊，这么牛逼冒烟了吗？期待的英特尔平台，这不正好完美黑苹果吗？只是这玩意儿4G 内存有点捉急啊，但刷刷抖音、爱奇艺啥的估计没有问题啊，便宜，咱们先买2台回来试试。安装黑苹果啥的，这不就是老张的专长了吗？安装过程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。总之折腾了几周，终于成功了，体验全面超越 MacBook 和 iPad 的杂种混合体。MacPad 它来了，大家看看成品啊！吹吧，老张，别这么说呀，咱们先开机再说。走，听咚的一声了吧？OK， 现在已经进 Mac 了啊。系统参数咱们先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是 7300U 2.7G 双核 i5 驱动了，英特尔620显卡驱动了，然后这个是个盖板啊，4G 内存搞定。最新的 Ventura 13.6.6， 给大家看看咱驱动的有多完美啊！13寸的1920的显示屏，大家注意看啊，看亮度是可以调的，还可以开启自动亮度调节，60赫兹的显示器，然后在控制中心你也是可以调整亮度的，牛，完美！声音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都是正常的啊。我现在录的呢，就是用的这个 Pad 里头的麦克风在录声音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，应该还可以吧。好，接下来咱来看更多的设置。首先来看 USB， 这个机器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设定，就是它的这个蓝牙呀是被放在了 USB 2.0 的一个 hub 里面，所以这个蓝牙是可以认出来，但是却无法驱动，无所谓了，你插个耳机就行了呗，对吧？触控的谁还用鼠标键盘啊？摄像头你看都认出来了，2个摄像头，它前一个后一个，也就是你是可以用 FaceTime 来视频的。大家注意看，这是 Wacom 官方的一个电磁笔，它有2个设备，网卡英特尔的千兆搞定，显卡大家注意看啊，完整支持 Metal 3，电源可以正常的睡眠的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池，电池也都是正常驱动的，英特尔的 WiFi 是 OK 的。特别神奇的给大家看啊 ，FaceTime， 看到没有？摄像头竟然是 OK 的，这里给老伙计们一个小贴士啊，如果你也嫌 Mac 系统登录必须得输密码，非常的烦，那就来跟我学一下如何取消登录密码。很简单啊，进入设置之后，选用户与群组，然后点击自动以此身份登录，选择你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然后输入密码，在启动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登录框了。这样一来，我这台 MacPad 就可以彻底脱离键盘鼠标单独操作了，甚至都不需要虚拟键盘了啊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台全球唯一的 MacPad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。然后你看，现在它是个电脑的形态，给你看它怎么变成一个 Pad 的形态。你看，我靠，这变成一 Pad 了。那相当于这里边有电池，电池底座那上面是没有电池了，是吧？
这就是一个键盘。你看，你比如说这个在家用，这个放在单位里头，对吧？然后你到了单位之后，这儿有个点，对着这个点，咔嗒，然后键盘就有了。优雅。这首先是触控笔，看，它是跟随式触控，看到没有？它一直跟着我。然后你看，看到吗？然后如果我要触发一个，比如说备忘录，你看它全是手写的，然后它会忽略掉我的手，所以我的手完全可以搭在上面。然后你看这儿，鼠标的右键也是有的，你看啊，我摁住它，看到没有？因为苹果本身没有右键嘛，所以所有它的右键在这上面就是长摁，那就完全都是一样的。我说我想演示一个牛逼的功能是啥？你看我调的有多细啊！这是音量按键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屏幕的显示啊，这完全都是可用的。然后这个机器的睡眠，看好啊，看啊，我让它睡眠，因为用 Mac 的人不关机嘛，就是睡眠。然后稍等它一会儿，就睡眠了，然后跟普通的电脑一模一样，看了吗？然后我再重新把它给唤醒，看哈。哎，其实我这次黑苹果的原理啊，就是利用了这台机器内置的 Wacom 无源触控笔，所以它虽然看起来和一般的电脑一样，但是其实在屏幕的内部集成了一套复杂的 Wacom 触控感应系统。而 Wacom 的设备在 Mac 下面是免区的。买前生产力，买后爱奇艺，给大家看看啊，看咱们这个刷抖音是什么效果啊？全屏，然后看这拿个笔，哈哈，这滑起来爽不爽？就说，然后你可以有，那大家看爱奇艺、B 站，来大家看。刷 B 站，看，然后你看调音量啊，看，紧张又刺激。接下来重点来了啊 ！iPad 很大的问题是你以为它有生产力，哎，但其实生产力就是盖泡面。但咱这个因为是 macOS 的系统，所以不管你是用 Xcode 呀，还是用个 Final Cut 剪个正经片子呀，它都能搞定。看我启动 Final Cut， 可以选中它，然后。看我的拖动过程啊，过来，这个时候你看，这就完全符合 Final Cut 的这个剪辑师的需求了。看，它是跟着你光标在拖动的。然后你比如说，我要想简单的一个来剪片子 ，OK， 咱们剪辑是不是通常就是 B 和 H 之间切换嘛？你看我现在是 B， 然后选择是 A， 你看 A， 看。然后你看我点这个关闭啊，你看它的精度，看就关掉了。然后我要关机，你看我点这儿，关机，你看它就关机了。牛逼啊，老张！698块钱啊，兄弟们，还不赶紧把赞给我按爆了！不过这还没完啊，都知道老张还有 One More Thing， 你看看这玩意儿还能干啥？你甚至还可以有更离谱的玩法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红警其实是有 Mac 版的。像我这种是吧，复古游戏玩家，手残党，看，它是全部重置了，看，对，然后点它，这不是可以再建兵工厂啊？你真的是可以玩游戏的。看我造点兵啊，看，我操，这玩玩即时战略游戏真合适哎，是吧？然后因为咱们是黑苹果嘛，所以啊，咱有双系统。这 Windows 下用个网银，打个网游啥的，绝对把这698块钱给它压榨干净了。看到没有？可以手触的 Windows。电池续航我也随便给大家测一下啊，轻轻松松续航5个小时啊。